通常咧大爆炸呢3隻字，令人諗到嘅咧就係時間啱啱開始嘅時候咧，有一場好巨型嘅爆炸咯。就例如工人用啲炸藥炸冧個頭啦，或者一個手榴彈爆炸之後咧，啲碎片周圍飛嘅場景。咁呢類聯想咧就令人問啦，我哋依家見到呢個咁有秩序、咁靚嘅宇宙，係咪可以由一個咁混亂、咁充滿破壞嘅情況之下開始嘅呢？嗱，我認為咧呢個疑問咧係由2點誤解造成嘅。第一點誤解就係咧，大爆炸其實咧唔係一場巨型嘅爆炸嚟嘅。第二個誤解就係，其實所謂嘅秩序咧係可以從混沌裏邊出現嘅。大爆炸呢個名其實只係物理學界/科普界咧好多改名改得好差嘅例子嘅其中之一嚟嘅啫。部分嘅原因就可能因為咧科學家其實都唔係太重視啲嘢叫咩名嘅，因為認識舊嘢係乜嘢本身咧對佢嚟講係更加有趣嘅。咁如果大爆炸唔係真係一場大爆炸，咁又係咩嚟嘅呢？簡單嚟講啦，大爆炸理論講嘅咧就係我哋依家可觀察嘅宇宙嘅演變過程嚟嘅。我哋依家觀察到嘅宇宙，從遙遠嘅過去一個又小又熱嘅狀態，變成依家又大又凍嘅狀態。科學家之所以咁諗咧，係因為佢哋觀察到啲星系咧行開緊，而且咧距離我哋越遠嘅星系咧行開嘅速度就越快咯。換句話講咧，宇宙喺度膨脹緊，空間咧越嚟越多，咁所以空間裏邊嘅能量咧，亦都變得越嚟越稀散啦。嗱，如果我哋按照咁樣嘅原理咧，去推測翻宇宙過去係咩樣嘅話咧，咁就意味住以前咧，成個宇宙嘅能量曾經集中過喺一個好小好小嘅空間裏邊，所以咧嗰陣時嘅宇宙一定非常之熱嘅。嗱，呢啲嘢咧唔係科學家亂吹嘅，我哋真係有能力去睇到呢個咁熱嘅宇宙。點睇呢？嗱，有溫度嘅物件咧會發出輻射嘅，而且越熱嘅物件咧就射得越多輻射嘅。所以咧，如果過去嘅宇宙好熱嘅話，咁當時咧一定會發出大量嘅輻射啦。輻射嘅速度咧就光速，咁所以咧佢要啲時間先至可以去到地球嘅。期間由於宇宙膨脹，輻射嘅能量咧就會被分散，跟住冷卻啦。所以當我哋昂高頭去望下個天空嘅時候咧，應該周圍都有啲好微弱嘅輻射嘅。呢個咧就係幾十年前發現嘅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啦。所以宇宙有一個好小好熱嘅過去咧，唔係一個無中生有嘅假設嚟嘅，而係有觀察證據支持嘅科學理論嚟嘅。但係呢個早期又熱又混沌嘅宇宙，點樣可以產生到今日我哋見到有秩序又美麗嘅世界呢？秩序係咪真係可以由混沌出嚟呢？等我哋一齊做一個思想實驗啦。想象將一碗熱湯連埋啲湯渣倒入個碗入邊。起初呢啲湯喺個碗裏邊左揈右揈，熱湯同冷空氣撈埋一齊，又有氣泡，又有漩渦，又有啲湍流咧，令到啲湯渣沖嚟沖去，你都估唔到佢點喐啦。呢個呢係一個完全混沌嘅情況嚟嘅。過咗20分鐘之後呢，你咩都冇做過，但係依家碗湯呢就完全唔喐啦，成碗湯嘅溫度均等，啲氣泡啊、漩渦啊，全部都冇晒啦。湯渣同啲湯水咧就分開，啲湯渣咧就沉澱晒落去個碗嘅底嗰度。發生啲咩事呢？呢個咁樣嘅秩序點樣由混沌出嚟嘅呢？答案呢其實就係物理定律啦。浮力咧會將啲氣泡推到上去湯水嘅表面，咁表面張力唔夠抵抗氣壓咧，跟住個氣泡就自己爆咗啦。湯水嘅黏性咧，又會將大漩渦嘅能量轉移去小漩渦，小漩渦又轉移到更小漩渦，旋下咧就乜都冇晒咯。對流作用咧，會將成碗湯嘅溫度咧推向呢個熱平衡狀態啦。另外湯渣咧亦都被湯水嘅阻力減慢，之後咧再被重力拉到去碗底。換句話講咧，物理定律咧
就係由混沌產生秩序嘅原因啦。同樣嘅概念咧，應用喺成個宇宙裏邊咧，都有相似嘅效果嘅。時空扭曲、改變質量運行嘅軌道，同埋量子場產生粒子同埋基本力，引申到去熱力學、電磁學、萬有引力等等眾多現象之間一齊嘅共同作用，令到遠古裏邊嗰個所謂混沌嘅宇宙變成依家充滿秩序嘅狀態。當然啦，成個宇宙咧一定複雜過一碗湯嘅。而且咧，就好似科學家其實都未完全理解啊，將一碗湯倒入個碗裏邊所有嘅細節。科學家咧其實亦都未完全理解成個宇宙裏邊演化嘅每一步嘅。但係咧，佢哋已經能夠應用好多已知嘅物理定律咧，去解釋唔少嘅觀察結果啦。咁所以，與其話喺大爆炸理論裏邊咧，所謂混沌咧產生咗所謂嘅秩序咧，倒不如話喺大爆炸理論裏邊咧，宇宙其實從來都未混沌過嘅。所謂嘅混沌嘅現象咧，其實佢背後嘅物理定律咧，一路都冇變過噶。呢個由始至終都係咁美麗又咁充滿秩序嘅宇宙，真係令人驚嘆謙虛啦。